当众人看到草帽一伙悬赏令时的反应，每当路飞拿到自己的新悬赏后，都高兴自己又涨价了，名气又大了。也确实，悬赏令飞向全世界，仿佛在告诉亲朋好友们，这伙人又他妈出息了。路飞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还在海军基地打杂的科比为路飞感到高兴，感叹路飞桑又向梦想迈进了。可雅小姐的关注点反而不在路飞身上，而是秒注意到了乌索普的后脑勺，看来这就是真爱了。泽普老板把路飞的悬赏令挂在了海上餐厅，看着大海，思念着这个少年，也更加想念山治。马奇诺虽然比较担心路飞，不过也为路飞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高兴。村长则是说出了是梦想还是宿命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风车村都为此兴奋，路飞真的成了全村人的希望。鹰眼还为此专门找到了红发，因为红发跟他提过这个小鬼，结果红发直接就拉着鹰眼开启了宴会。看来红发团今天很高兴。这话标题名为东海头号恶人，路飞可谓是名扬东海，其他和路飞有过交集的人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反应，当然也受到了父皇蒙卡的表情认可。第二次悬赏，草帽团打败老沙集团，路飞飙升到1亿，索隆6000万。阿拉巴斯坦这边率先拿到悬赏令的是伊卡莱姆和加卡，他们反而是担心草帽团的安危，只不过通报草帽团的时候，路飞他们已经启程了。这一次又有鹰眼，他感叹这伙人已经到了让世界政府头疼的地步了。看来鹰眼还真是很关注草帽一伙，甚至还难得一见的参加了那次的七武海会议。世界政府这边对路飞1亿悬赏令发表评价的正是老土星，不过老土星反而吐槽克洛克达尔给他惹了麻烦。老沙真的想说，土星你老糊涂啊，明明这帮人先惹到我的。魔古镇的海贼们看到路飞和索隆的悬赏，堪比后来海军看到四皇一个个10位数悬赏的反应，因为他们惹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也就有了路飞扮猪吃虎一拳秒贝拉米的好戏。而最激动的就是黑胡子了，直接带着路飞索隆的悬赏令来堵人了。直到这个时候，作为当事人的路飞索隆居然才知道自己涨价了。第3次悬赏，司法岛之后全员恶人全团悬赏，而他们的悬赏令也纷纷传回故乡。风车村这边大家都在为路飞干杯，马奇诺感叹路飞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呢，然后拿着乔巴的悬赏令说还带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宠物。乔巴听到真的会哭死，只有村长好像不开心，吐槽卡普也不管路飞，祖孙3代都有问题，这倒是句大实话。索隆成了一心到场的骄傲，他的那些学弟们很多并没有见过这位绿头发的前辈，看着悬赏令纷纷夸索隆很帅，而且都想去当海贼了。更四郎很头疼。娜美的故乡可尔西亚，阿健正在忙着给海军本部打电话投诉，阿健用淫荡来形容娜美的悬赏令，而且看起来像是征婚的。不过诺奇高一眼看穿了阿健，阿健明明是很高兴的，还专门把娜美的照片放大装饰起来。乌索普的故乡希罗布村，可雅小姐一眼就看出了戴面具的人是谁了，村里的人都不相信，而乌索普的3名悍将感叹船长可是能把大话成真的男人，而这句话后来依然在变成现实。海上餐厅，兄弟们看着山治的悬赏令笑中带泪，不知道是喜极而泣还是笑出眼泪。兄弟们评价山治太帅了，简直一模一样，而且还专门挂在门口迎客。后来海上餐厅的铁板烧分店门口的装潢直接就是这个，所以当草帽一伙回故乡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笑的，只有山治是哭的。乔巴的故乡慈古岛，多尔顿把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给了朵莉尔姨娘，多尔顿还特意解释乔巴的悬赏金可能是搞错了，而姨娘还是很宠溺的说，能看到乔巴，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这比什么都好。阿拉巴斯坦这边几个人还在懵逼中，他们疑惑罗宾为什么在草帽一伙里面，而薇薇则是很释怀，表示这没什么，相信路飞所做的一切。弗兰奇的悬赏令则是让小弟们非常担心水之都难有大哥的容身之处了，所以就有了后来小弟们扒弗兰奇的内裤赶大哥上船的操作。革命军这边因为当时革命军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路飞是龙的儿子，所以龙也是无意间看到桌子上草帽一伙的悬赏令，革命军干部还正经的报了一下悬赏总数6亿6700万零50贝利。乔巴表示那50倒也可以不加，听着有些许刺耳。龙则是很淡定，一如既往的走到阳台吹吹风，并支持路飞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而卡普则是难掩骄傲之情，甚至在战国面前夸路飞，顺带夸下自己，真有两下子，不愧是我孙子，气得战国也是没办法。而斯摩格拿着草帽一伙的悬赏令，发誓要赌上尊严，将其摧毁在新世界，这也是烟鬼来新世界的一个原因。只不过烟鬼嘴上重拳出击，后来身体还是很诚实的。第4次更新，路飞因顶上战争2年期间涨到4亿。由于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事儿，草帽一伙不再是重头戏了，只有路飞2年后后知后觉，一如既往的开心自己又涨价了。德岛之后第5次更新，也是草帽团第2次全员更新。也许路飞涨价司空见惯，这一次风车村的主角不再是路飞了，而是马奇诺的孩子。桌子上摆着草帽一伙的悬赏令，一心到场的小学员都遮住了一只眼睛，模仿索隆的3刀流，这让更四郎更头疼了。这俩大兄弟正是索隆小时候的2位师兄弟。乌索普的3名悍将这一次更加激动，因为自己的船长终于成了赏金2亿的大海贼了，主要是这一次终于有正脸了。海上餐厅的伙计们有的是气急败坏，因为刚刚装潢的个性门头和餐厅传单，怎么悬赏令还说改就改了呢？而泽普老板看着只许活捉的字样，若有所思。阿健大叔一如既往口嫌体正直的操作，嘴上吐槽，实际上又把娜美的照片装饰了起来，像是担心女儿的老父亲一样。
对双子甲来说，这一次不仅有路飞的悬赏，更重要的是有布鲁克的新悬赏。库洛卡斯看着报纸上的草帽一伙的消息，拉布在旁边也非常高兴。慈孤岛多尔顿和朵莉尔姨娘正开心地看着草帽一伙的消息，身旁的士兵还有兔子拉邦戴着象征乔巴的鹿角款式的帽子，似乎也是玩了一下乔巴的鹿角是装饰的梗。微微看着天空，很想念路飞他们。身后的卡鲁亚正在把路飞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最搞的应该是弗兰奇的悬赏令，对此水之都的人分为两派。可尔罗婆婆他们看到弗兰奇溢于言表的高兴，而冰山他们因为不知道这是弗兰奇将军，不禁感叹：弗兰奇，你小子终于是不愿再做个人了吗？而弗兰奇最新的悬赏令照片是桑尼号，可想而知，这对冰山他们来说是有多变态了。革命军这边，萨博笑得特开心。当时萨博克尔拉刚刚在德岛见过草帽一伙了，而一边的龙看着草帽团这帮人，好像在思考些什么。未来国巴尔基摩亚激动一家，老大爷看着弗兰奇将军不禁笑出眼泪，旁边都是被改造的动物老友。那个大猩猩就很像弗兰奇，那头狮子是桑尼号，行了，一看就是弗兰奇的杰作。鸟之国在乔巴的影响下，巨鸟和原住民早已和谐相处，一起在看乔巴的消息。当然这里的小孩子们都在致敬乔巴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乔巴假面。香波地群岛长手族经纪人看到布鲁克的悬赏令大发雷霆，毕竟这可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摇钱树。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坐着一只超大独角仙，在海上看到爱徒的消息，想必他今天也是很惬意悠闲。不过这只大独角仙可千万不要让路飞看到了。在赌博的雷利专心看着路飞的消息，比划出5的手势，炫耀徒弟已经是5亿的大海贼了。结果荷官以为雷利要5的注，但愿这个数字能给雷利带来好运吧。不过旁边的这个大叔好像藤虎，好家伙，藤虎刚在德岛被赤犬命令不许回家，完事儿就来赌博了是吧？玛格丽特把路飞的悬赏令给那些陪路飞修炼2年的猛兽们看，这些猛兽小弟们看到老大的样子也是喜极而泣。女帝这边直接就把路飞的照片弄成了一张巨大的海报，贴在了墙上，自己还娇羞的不敢回头看。小空岛的老头们不再穿着很像睡衣的巫师服，而是换上了洋气的装扮。他们希望娜美在见到他们的时候能夸他们时髦。鹰眼当时在家和那群狒狒们在种地，看到了报纸上草帽一伙的消息。当时佩罗娜也在。话说下地干活是要戴草帽，但鹰眼这是暗岛啊，很难不怀疑鹰眼是草帽友军。红发团当时在一座岛上参加一场神秘的婚礼，红发举着报纸很高兴，堪称双喜临门。另外这大花裤子还是很帅的。比红发还高兴的是耶稣布，看来耶稣布必然是看到了儿子乌索普了。蛋糕岛之后第6次更新，路飞15亿删至3.3亿。由于路飞属于是暴涨，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大佬的关注。凯多和大妈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是大妈，毕竟这15亿是在自己地盘上拿的，而且大妈对报道也很有意见，表示路飞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者。这也导致气急败坏的大妈联手凯多，而凯多对路飞也很不爽，毕竟之前的5亿是打败了明哥，导致自己和明哥的交易破裂。黑胡子更多的是嘲弄的意味，他表示武皇的头衔对路飞还为时过早，而红发就意味深长多了，遥望着大海，有点开心，更多的是期待。他表示很快就要和路飞见面了。当候补大将查屯向卡普传达你家孙子的赏金都涨到15亿了，卡普则是难掩高兴的神情，但嘴上还是说他还只是个愣头青。和之国之后最新悬赏也是草帽团第3次全员更新，总悬赏高达88亿1600万，领1000贝利。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吴老星和路飞自己，30亿和4皇头衔还是其次，而是尼卡的觉醒直接吓得吴老星想要叫停报社印刷。吴老星早在路飞悬赏1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警惕了，结果直到30亿了觉醒了才做出实质行动。看来虚假的胆小星白星，真正的胆小星吴老星。作为赤犬的粉丝，绿牛看到路飞的悬赏令，已经在幻想自己取下路飞姓名，获得赤犬的夸奖的画面了。结果碰上了来和之国宣传剧场版的红发，红发团则是非常高兴，也都夸赞路飞牛逼。垃圾路现在就提议去见路飞，但红发还是忍住了。而在推进城里的明哥看到草帽一伙，尤其是罗的悬赏令后，明哥笑了。Fake news， 这种假新闻在我进来之后我已经看得够多了，海军没有新闻写，可以不用硬编。当然最终悬赏令和消息还是传向了大海，传向了世界。至于草帽一伙其他人的悬赏令何时例行传回故乡，期待之后会以扉页连载的形式公布出来。海贼王中那些品级一般但被用到很牛逼的武器，尾田曾经在 SBS 里表示，有些武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阶级，但是待强者长期使用过后，也许就会变成传说级装备。所以有些人的武器本身也许并不是名将锻造，也并不属于大业务系列，但丝毫不影响武器的含金量。萨博的水管，从卡普小时候，卡普就有拿根水管的习惯，到了艾斯、萨博、路飞水管3兄弟这里被发扬光大，然后被萨博完美继承了。这根水管就像是男人无法拒绝一根笔直的木棒一样，可爱又奇葩的武器。从少年出海到革命军2把手，一根水管走天下。而且萨博的武装色很强，水管上附上武装色也是很能打的。毕竟在德岛，萨博就用这根水管直面大将藤虎，而且现在萨博又很喜欢配合烧烧果实，在空中闪躲腾挪，很难不怀疑玛丽乔亚一战藤虎大意了，头上的伤就是被这水管给敲的。鹰眼的挂链小刀
鹰眼的无上大快刀12宫也自然不用多说，这个挂脖小刀，鹰眼专门用来嘲讽各路对手，因此本身不会是什么高品级装备，但耍起来那真是不次于各种名刀。小刀虽小，可鹰眼的形象又在索隆心中高大了几分，给了索隆前所未有的激励。当然这得看谁用了，鹰眼就算用锄头战斗，也能把这锄头用到无上大快刀系列。维尔哥的竹子，维尔哥的武器就是一根竹子，因此他也有了一个比较帅气的绰号鬼竹。竹子虽然就是根竹子，但被维尔哥武装色硬化后，这也是非常猛的一把武器。光是有硬度还不够，维尔哥将竹子高速旋转后积累的离心力，加上本身的硬度，能打出威力极大的钝器冲击，其威力足以直接干断斯摩格的海楼石失手后，并将其打得丧失反抗之力。不仅如此，维尔哥的这根竹子还能当枪炮使用，能够吹气膨胀，然后再以吹箭的方式发动攻击。好家伙，提莫队长是吧？乌索普的弹弓作为海贼王里最独特的一个狙击手，别人都用各种名枪，乌索普用弹弓，但这一路上乌索普2次对自己的弹弓做了改造加强。一次是乌索普用橡皮筋换来了一大袋子空岛贝改造弹弓，强化成弹弓2.0兜，经过2年期间修炼又强化成弹弓3.0，且能变换3种大小体型的黑兜，各种形态可以根据战斗情况和射程变换，让它不次于任何一把名枪。娜美的天后棒，娜美的武器一开始也挺离谱，本身就是一种开宴会助兴的道具。乌索普和娜美这俩人真的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但期间经历了空岛贝强化、小空岛强化、乌索普弗兰奇合力改造强化，以及融合了雷云宙斯的强化，一共4次升级历程，这堪称是从最烂的品级打造成了神装的一件装备。如今艾尼路的绰号小娜美，路飞的无上大拖鞋，路飞最灵魂的物品除了草帽就是这双人字拖了。2年前路飞就用这双拖鞋血战各路强敌，直面海军大将。2年后这双拖鞋可以强化为无上大黑拖，怒踹七武海。当然这里说一下，明哥的眼镜质量也确实不错。在蛋糕岛这双拖鞋还钳制过卡尔的土龙。到了鬼岛，路飞学会霸禅的第一波反击就是附在自己的无上大拖鞋上接八斋戒，可见路飞下意识中自己是有武器的，就是这双拖鞋。硬接凯多一棒和四皇平起平坐，起初他真的只是双拖鞋，而如今想必拖鞋也有了邪灵，他也是伙伴。凯多的八斋戒 SBS 里说品级一般，但依然传说的装备正是说的凯多的狼牙棒八斋戒。看样子凯多的武器初始阶级甚至连最低的业务都算不上，但正因为他陪伴凯多成就了一番霸业，可以直接跃迁品级，不次于无上大快刀系列。还记得乌索普在长链岛说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吗？不知是爆炸头造就了拳王，还是拳王成就了爆炸头。这么看的话，那也只有拳王才能让爆炸头变得无比强大和闪耀。海贼王中发型对气质的影响，要说海贼王里能与其宏大世界观相媲美的东西，那就是发型了。海贼王里的发型真的有够千奇百怪，当然这期间也有不少人换过发型，他们的气质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草帽团里，路飞比较早的一次换发型是在模仿山治的时候，还故意把头发弄成了山治的。看到这一幕我知道了，原来王子气质和街溜子气质之间只差一个路飞的距离，而路飞头发炸毛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气质了。在见到迪巴鲁的时候，好家伙，这直接就是卡卡罗菲要变超赛了是吧？不过路飞很经典的一个发型就是爆炸头发型，路飞自然是没有这么长的头发，但在乌索普的怂恿下，这个假发套给了路飞力量。毕竟海贼王里有个真理，就是披风让人变成英雄，爆炸头让人充满力量。不得不说，爆炸头路飞还真的挺帅的。也有网友设计过路飞卷发的样子，还挺可爱。其实不管路飞弄什么发型都能成为焦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主角脸？而索隆足足有过3次爆炸头发型，一次是在山治眼里的形象，准确的说直接就是个绿藻球，还有一次是在机关城剧场版里乔巴卡索隆头上了，第3次是海贼小剧场里的索隆山大婶，草帽团变大婶统一爆炸头。虽然爆炸头索隆也别有一番气质，但最好还是不要，因为怕路飞看见会羡慕死。一直以来山治的发型不管怎么微调，那一把子刘海一直是灵魂。不过其实山治把刘海撩上去肯定也很帅，毕竟永志就是没有刘海的，所以山治没有刘海大概就是这样的。怎么样，是不是比有刘海还帅？而娜美的成长历程在发型上就清晰可见，最开始是清爽的短发，这个时候的娜美给人的感觉比较青春活泼，往后娜美扎小辫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的娜美变成甜妹风格了，2年后就真的是长发及腰了，有靓丽大小姐的气质。娜美平时喜欢打扮，她的发型也不止这些，比较好看的就有2年后的长马尾、蛋糕岛的盘辫、变小萝莉的双马尾和偶尔扎起的羊角辫，这些感觉很好看。罗宾呢，2年前主打一个柔顺且刘海，当时还是非常神秘的御姐风，2年后罗宾的头发也长长了不少，基本上都是把头发梳上去了，比之前更轻熟温柔了，即便留起刘海也是得到的那种。不过罗宾好像还没尝试过波波头短发，短发罗宾是什么样的呢？结果发现短发罗宾也真的好好看。其实给罗宾换上不同的发型都挺好看的，只不过气质各不相同，而且罗宾的气质是根据头发长短来调节的，头发越长越温柔，头发越短越帅气，真的有被短发罗宾帅到。在草帽团里跟发型最没关系的应该就是乔巴了，他头上只有一撮勉强称之为刘海的毛发，
不过网友也给乔巴设计了一些发型，虽然总感觉奇奇怪怪的，但这个佩罗巴还真的怪挺可爱的。要说草帽团里跟发型最有关系的，就是草帽团的 Tony 老师弗兰奇了。之前盘点过弗兰奇的36种发型，现在应该得40多种了吧。弗兰奇的发型虽然多，但大多都不正常。要说能影响什么气质，似乎换什么发型都难掩变态气息。但弗兰奇有一款背头，真的还挺帅的。当然这也是他为数不多正常的发型。盛平归队的时候，弗兰奇为啥这么高兴？因为有靠谱的来开船了，弗兰奇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光明正大的去当发型师了。有些人必然是需要弗兰奇这样的发型师的。首先，白胡子年轻的时候一头金发，可以说条件非常不错。老了之后，也许是遇到了脱发困扰，但是他这个和胡子一样的造型的头发就非常抽象。然后艾尼路的头巾底下是一个小号的爆炸头，我称之为爆米花头。艾尼路这条件真的是该找一个靠谱点的发型师了。克丽夏长得也不算丑吧，但他非要搞一个法棍一样的发型。这个发型要是让罗看见了，罗必然要上克丽夏的头了。所以克丽夏留个正常点的长发也是不难看的。当然还有不少人因为换了发型气质提升的。凯撒当年还是柔顺的妹妹头发型，这离谱的发型差点没认出来。后来凯撒的这一头长发，反正某些角度还挺帅的。蛋糕岛的凯撒，瓦斯蒂诺超级刺猬头，逗逼气质则是一览无余了。维尔哥早年的蘑菇头发型真的是一言难尽，堪称是脸和发型最不匹配的典型。维尔哥这种硬汉脸，配上他后来的寸头，这才和谐多了。巴基的颜值巅峰期在推进城阶段，因为他当时没戴帽子，留了一个长马尾发型。那个时候乍一看巴基帅了不少，如果能正儿八经拍几张写真，我愿称巴基为帅哥1秒。老沙的手下双手指波拉，这一头大波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在蜘蛛咖啡店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搞了搞造型就好看太多了。传次郎在大蛇身边当卧底期间，头上戴了一坨摸起来手感应该挺舒服的假发，需要隐藏身份可以理解，但不得不说这个发型绝对可以在障碍家族里占 C 位。正常情况下，传次郎就是留了个马尾辫，看起来好多了。斯摩格2年前的发型还是比较随意的，看起来略长有点炸。2年后烟鬼一看就是设计过发型，两边剃短了，留了一个背头，这样看起来就有型多了。但是这个背头并没有给烟鬼带来好运，开局4连跪。还有些人的发型很久都没有变过，可以看看他们还比较适合哪种发型。巴托洛米奥非主流的鸡冠头，这种发型应该不是最适合他的吧？给他捋直了看看。好吧，巴托还是最适合鸡冠头。女帝的鸡发式公主切也很有特色，那给女帝换上短发公主切看看，好家伙，看起来更娇媚了。虽然也特别好看，但总感觉很是符合女帝结了婚之后的气质。尾田曾经表示，女帝的头发是最难画的，而女性的头发又比男性更难，因为要做大量的光泽处理，尤其是黑发，所以可以吐槽脸都是娜美脸、罗宾脸，但论设计发型，尾田老师是专业的。海贼王里那些每次登场时的迷惑行为，大佬们的每一次登场往往是各不相同，不过还有一些人的每次登场都保持同一种风格，但却细水长流，有一种奇特的仪式感。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都在摆 pose， 一直以来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虽然不是同一时间，但是同一地点，熟悉的房间，熟悉的那套沙发。而且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时摆 pose 的构图颇为和谐，姿势足够优雅，乍一看还以为是老年模特团。而且看样子他们内部似乎有2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个是每次登场必须得有人站着，吴老星对应火水木金土星，也正好是周2到周65个曜日，那他们老哥5个就轮着站吧，周天休息，周一跪着。不过最直观的原因是沙发不够坐，谁先到办公室谁先坐，挤在一起构图就不优雅了。但世界政府随手几个亿的悬赏令随便发，这么大的房间却不舍得多买2组沙发。第2个规矩，他们每个人坐哪好像都有讲究，大多时候财务武神和法务武神这俩是坐中间的 C 位长沙发上，他俩身边经常站着老是抢不到座位的环境武神，而农务武神和防卫武神则是分坐2侧，有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基本上搞得跟他们各自的专座一样。在吴老星拜见一母之前，环境星和防卫星这俩人最奇葩，其他3个有时候坐有时候站的，他俩一直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当时就感觉这俩人真怪，一个坐不下去，一个站不起来。而吴老星站着的数量也代表海贼王完结的进度，比如吴老星初登场的时候只有1个人站着，从水之都到顶上战争阶段都是2个人站着，2年后基本上都是3个人站着。从世界会议篇，吴老星已经开始全站起来了，这个推论乍一听很扯淡，但仔细一想非常有道理，毕竟5个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就说明要打终极一战了，可不代表快完结了。然后是布兰纽的每次登场，他每次登场必然在开会，所以人送外号海军金牌讲师、PPT 果实能力者、开会王。从2年前开到2年后，从动漫开到剧场版。斯摩格当时升准将的时候，还是吴老星把打败克洛克达尔的功劳算在了海军头上，强行嘉奖所得。而开会王只需要开会就可以从少佐升职到准将，所以在开会王公布4皇悬赏金的时候，赤犬半道闯进来了。赤犬表示，行了，这回别开了，再开几次怕是要骑在我头上了。不过布兰纽有一次登场是出现在顶上战争末尾，给战国汇报推进城的情况，
而且头上还缠了绷带，连开会王都上战场了，可见顶上战争海军算是掏光了家底儿。不过由于并没有开会王的战斗画面，所以开会王的绷带可能只是因为领导都缠了，自己身上不缠点说不过去，也可能只是为了骗医保。当然开会王的登场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只要他一登场，那就说明这一话的消息会很炸裂，不是大事件就是悬赏金。然后是 CP0 三人组，每次登场好像都在搞什么前卫的时装舞会。CP0 三人组首次登场在德岛，当时第一眼觉得真的挺帅的，毕竟这穿搭好像有点超前了，但同时也足够沙雕，毕竟 CP0 是个谍报机构，这哥仨穿成这样还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且不说这样能不能查到什么情报，自己的行踪先被人给拿捏了。当时罗看到 CP0 就说 CP0 一旦出动一般没什么好事儿，看吧，罗他们就聪明多了，搞地下工作不能太嚣张。在鬼岛 CP0 就这身打扮，到处抓罗宾，这一点 CP9 就很懂，等完成任务了再拽起来也为时不晚。所以 CP0 犯了干 CP 的2大忌讳，一个是足够嚣张，还有一个就是让六世铁块现实返场。不过 CP0 这企业文化似乎也不是1年2年了，从大妈小时候他们这个部门就这样穿。当然世界政府也不止一次有类似的操作，比如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押送机密文件的机密船，怪不得福兹福押送的尼卡果实能被红发截胡，这就合理多了。海贼王里那些共用一个声优的角色，海贼王里至今一共出现1000多名角色，如果每个人物都配一个声优，显然不实际。这个时候就轮到声优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人饰演多角才是常态。而且随着声线的变化，很多人的角色差异之大，让人感到抽象。艾尼路的 CV 身穿自知，同时他还是章鱼小八的声音啊。仔细听一下的话，这后音确实是。不过从空岛至高神到呆萌章鱼烧，这角色差异堪比空岛到愚人岛。陆琪的 CV 官至一役，刚登场的时候，陆琪的鸽子会代替陆琪说话，被娜美认为是陆琪的腹语，把路飞乌索普看得一愣一愣的。结果这个鸽子还真是陆琪的声优配的。黄猿的初代 CV 石冢运生，二舅的声音可以说是经典，不过他还是索隆的师傅双月耕四郎和全军总帅冈古空的声音。もしもし、こちらキザル。いや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よ。せめてお前もそうしてくれ、戦国。不得不说，二舅正经起来是不是还挺正经的？黄猿的戏路宽道真不愧对于影帝的称号。另外，黄猿的2代 CV 志年龙太郎，他也是个大佬。他不仅是灌篮高手里三井寿的声优，同时还是海贼王里卡库的声优，这差別也是挺大的吧。わしが行こうか、杯。工場内は関係者以外立ち入り禁止じゃぞ。赤犬的 CV 立木文彦，同时他还是那个把鹰眼惹到千里追杀的提督克里克的声音。望み通り、バスターコールじゃ。鷹の目よ、てめえはこの俺の首を取りに来たんじゃねえのか。赤犬的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一听就是那种闻着大花被在澡堂里一人独占一个水池的狠人。他配的角色很多也是这种风格。老沙的声优大有龙三郎，老沙在和之国的业务还挺繁忙的。他不仅是光月寿喜烧的 CV， 老沙兼任的另一个角色真的挺搞的，他是白胡子的2代声优。久しぶりだな、白ひげ。元気そうだな、ロジャー。白胡子的初代声优于2019年去世，从和之国开始，白胡子就是老沙了。所以老沙的嘴就是白胡子的嘴，现在老沙终于可以用实力让白胡子闭嘴了。还有一个比较搞的就是熊的 CV 酷秀行，熊的声音特别温柔温和吧，尤其是和波妮的经历，但他还是文斯莫克加治的声音。旅行するならどこに行きたい？私がお前の父親であることは。好家伙，熊给了波妮一生的温柔，反手就给了山治一世的阴霾是吧？一个人拿捏了海贼王里差别最大的俩爹。另外这里小山治的 CV 还是乔巴的声优大谷玉江。剧场版黄金城里德索罗的 CV 山路和红，在主线里他也是赛鸟尔的声优。德索罗和赛鸟尔的深情倒是有些相似。大妈的3大魂器拿破仑、普罗米修斯、雷云宙斯，外加赤鞘九侠里的和松，这4个是水岛玉一个人配的。何ママ？撤収！寝てるのに。おのれ！カッパの川松、ただいま参戦！鹰眼的现任声优挂川玉彦，平时鹰眼的声线很高贵很高冷吧，同时他还是分槽头的那个偷笑手下汉堡的声音，也是那个把熊当坐骑的天龙人罗兹瓦德胜的声音。お前は敵に教えをこうというのか。おばあちゃん、親指、いやおばあちゃん、七部会の奴隷は便利だえ。虽然声优都是怪物，但当知道他们配过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角色后，还是觉得有点震惊。香波地群岛的假草帽一伙，抽象的形象下，草帽一伙原班人马的声优互相客串，所以假草帽团其实也是真草帽团。
当然，草帽一伙的声优平时应该是待在录音棚里最久的，所以他们也免不了顺手配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乌索普的 CV 山口胜平配的骆驼睫毛，山治的 CV 平田广明配的卡鲁亚。おいカレー、お前も来いよ。生っちょろい体を鍛えるにはもってこいだぜ。索隆的 CV 中井和哉配的甘福尔的那只吃了麻麻果实的鸟。ペガサス。娜美的 CV 冈村明美配的那只很可爱的猫兔昆贝，以及空岛上那只很可爱的云狐修。慎平的现任 CV 宝龟克兽，同时他还是另一个元气乌海莫利亚的声音，这声线的变化真的有点子离谱了。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弗兰奇的 CV 是尾一树，同时他还是赞高和小冯的声优。虽然小冯上传的呼声很高，但小冯表示我现在在推进城过得挺好，我的声带已经替我上传了，勿念。要说海贼王里最特别的一个声音，那就是旁白君了。这位旁白声优是谁？其实大家很熟悉，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为大家介绍信息，主要是介绍关于草帽团的居多。懸賞金9400万ベリー。看过一个比较搞笑的是说旁白是尾田自己配的，那看来尾田老师平时例行休刊是因为还有份兼职啊。其實這個旁白是斯摩格的聲優大場真人，好家伙，旁白還真的是現場真人。懸賞金9400萬ベリー。行かせるわけねえだろ。怪不得斯摩格跟草帽一伙這麼曖昧，原來煙鬼一直在默默守護着草帽團。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羅傑的初代聲優大冢周夫是黑胡子的聲優大冢明夫現實中的父親。好的，原來艾斯真的不是羅傑的親兒子，黑胡子才是。不過當打開一個聲優的作品簡介，很多聲優在一部作品裡擔當多個角色的 CV 是常規操作。草帽團裡，尤其是烏索普的 CV 山口勝平跑了一堆龍套，甚至還配過電話蟲。山口勝平大神不愧就是烏索普本人了。當然山口勝平還不是最多的，一個叫藤本龍弘的聲優在海賊王裡跑了100多個龍套，基本上都是部下 A 社員 B 島民 C 之類的，就差個蒙奇 D 了，這也算一種牛逼吧。所以還是那句話，聲優們一定要熬過尾田啊，畢竟現在聲優越來越多的是一人兼任多角，這也意味着一個聲優沒了，可能就是一屍幾命的結果。最近幾話讓這幾個人的風評受到了致命傷害。最近幾話天龍人和薩坦聖的討厭程度急劇攀升，這一波仇恨可以說是拉得很到位了。不過正因為對天龍廚的揭露用力夠猛，以至於有些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首先遭殃的就是蒙奇 D 龍的風評受到了巨大打擊。金妮2年的黑暗經歷，小伊萬8年的牢獄經歷，熊7年的改造經歷，這也導致龍成了流汗王畫餅大師。但這裡面最主要的是龍沒有救當時的東軍軍長金妮，因為前有泰格孤膽英雄解放奴隸，後有路飛集結船員拯救夥伴，闖推進城劫獄救艾斯。即便是集海軍全部精銳的海軍本部也被白胡子強拆羞辱，世界政府的地盤都被劏了，可見也並非牢不可破。這樣對比，一向大局為重的龍顯然就屬於非主流了。在一向不服就幹的世界裡，龍過於理性的操作顯然是不吃香的。從感情上來說，龍沒有能救自己的部下，確實讓人感到很遺憾。但也能看到12年前，也正是金妮被釋放的那一年，來到戈亞王國的龍，他曾對薩博說，我還沒有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力量。直到8年前的世界會議上，參會者也只是評價龍，再過5、6年才會變成和世界政府作對的強大敵人。也就是說很長一段時間，龍的軍隊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強。再加上就在金妮被抓的前一年，泰格剛剛鬧過聖地，天龍人加強了安保是必然的。龍故技重施成功與否兩說，但損失不小是一定的。與其莽入瑪麗喬亞博弈時的勝敗，龍應該有自己的考量，只是這方面並沒有披露，重頭戲都在熊和金妮的經歷上。但受傷最嚴重的確實是龍的風評，受到牽連的還有卡普。一直以來，雖然卡普的正義顯然是和世界政府乃至海軍有界限的，但海軍現在都成小丑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神之谷的屠殺遊戲算是把卡普也拖下水了。當然卡普當時在度假，也許並不知道神之谷發生了什麼，只是聽到羅傑來了就火急火燎趕來參戰。卡普身為海軍，最終倒是也是和海賊交的戰不假，但不管怎麼說，卡普維護的一方顯然不能被稱之為正義的一方，因此卡普自己後來也不願提及神之谷事件，這也許也是卡普一直不想當大將的原因，所以更願意相信卡普當時是真的不知情。然後受到波及的還有羅傑，卡普是羅傑引來的，羅傑不來的話，那在休假的卡普也不會這麼激動的趕來。神之谷的天龍人不死光也得承受巨大打擊，結果最後羅傑卡普聯手也算是稀里糊塗的間接保護了天龍人。羅傑肯定不是為了保護天龍人而來的，甚至他也不知道神之谷發生了什麼。當然羅傑是個海賊，受到的波及比較小。除了有受到傷害的，還有些人其含金量還在不斷上升。首先就是洛克斯海賊團，既然卡普羅傑風評受損，那洛克斯自然就成了解放之谷。雖然洛克斯的目標只是為了寶藏，可畢竟洛克斯襲擊了天龍人，攪亂了殺人比賽，屬於道義的一方。如果不是被阻止的話，不說為民除害掉幾個天龍人，那些神之谷的奴隸興許還能解放出來不少。然後自從龍成了流汗王畫餅王之後，
泰格一人翻越红土大陆，独闯玛丽乔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解放了包括女帝在内的当时的一批奴隶，把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泰格的操作也很难模仿了。后来革命军不也闹过玛丽乔亚，但和藤虎绿牛爆发了冲突，熊在玛丽乔亚也吃了赤犬的一记鸣狗，所以泰格的那种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很难复刻。然后海军的正义越来越是个笑话后，轻质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卡普在蜂巢岛教训轻质，彷徨之人才是弱者，但现在来看，原来轻质才是海军里最清醒的。虽然轻质没有经历过神之谷，但通过奥哈拉，他对自己所维护的正义坚持怀疑了20年，离开海军也总比继续践踏正义强。这么看，卡普这种想要一尘不染的改良派，更像是坚定着的彷徨，而离开海军找寻正义的轻质，才是徘徊着的清醒。虽然现在的版本对一些人的人格不太友好，不过随着版本更新，这些风评受损的人想要找补回来也不难，一波操作甚至一句话，问题也不大。草帽一伙已经实现的小愿望，草帽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以及拥路飞成王。当然，这些最大的梦想还不着急实现，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想要的东西。这些小愿望已经逐渐实现了。首先，路飞想要的有很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他很早就嚷嚷着想要一个大大的铜像。从空岛有钱了就许下了这个愿望，但众所周知，换来的3亿贝利几经周折，最后也没能如愿。2年后在德岛，路飞望着居鲁士的雕像许久，他感觉这个人和这个雕像都贼帅。终于，最后路飞成为德岛英雄，民众为路飞建了一座高大帅气的雕像，同时还有乌索普的。虽然不是最初想要的铜像，但起码这个愿望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索隆除了喜欢喝酒，算是比较清心寡欲的，但索隆有一样非常想要的东西。在小花园的时候，借助乌索普的火攻，索隆用出了烧鬼斩这一招。事后索隆评价燃烧的刀也不错，所以后来索隆亲口说想要一把火焰刀。遇到锦问门后，索隆对燃烧的刀更加感兴趣了，因为虎火流不仅能斩断火焰，更加标志性的还能在刀上附着火焰。其实早在对付龙马的时候，索隆就用了一招飞龙火焰击败了龙马，看起来更像鬼火。到了鬼岛，索隆用出虎火流烈焰斩，多次虐待普罗米修斯。索隆说自己已经学会了虎火流，虽然索隆不太可能再有一把火焰刀了，不过学会虎火流，能玩出类似锦问门的虎火流火柳一闪，其实也差不多相当于有了火焰刀。娜美在小花园之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希望自己不拖大家的后腿，能有一个趁手的武器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愿望当时虽然看起来是很快就实现了，那就是乌索普给的天后棒，只不过当时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所以娜美这个愿望的实现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天后棒经历了多次的升级，如今融合了宙斯，娜美甚至也可以独当一面了。娜美的身心成长都清晰可见，实现了当初的愿望。乌索普一直有一个船长梦，外加8000部下，当然他出海前就已经是乌索普海贼团的船长了，这就另说了。乌索普在德岛一战封神，收获了数千迷弟，小人族的船甚至都是乌索普船长的形象，巨人族也把乌索普奉为神，所以神的愿望怎么能叫愿望？那只是神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预言而已。山治的愿望也有很多，人鱼、奥布路、隐身，但山治的运气其实超级好，他一路都在实现愿望。人鱼见到了，奥布路他自己承认找到了，那就只能这样认为了。隐身也体验过了，而这3个东西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个东西，那就是女澡堂。在和之国，山治用隐形黑进入了奥布路，看到了美人鱼，山治真的无憾了。乔巴，其实乔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星一族。乔巴的偶像有很多，索隆、狙击王、霍古巴克，还有贝加朋克。而天才医生霍古巴克正是乔巴的行业偶像。在恐怖3帆船，偶像的力量甚至让原本很害怕的乔巴变得无比期待，因为见到自己行业偶像是乔巴一直以来的心愿。收到霍古巴克的接待后，乔巴还要到了偶像的签名，愿望实现，非常开心。只不过后来霍古巴克因为医德问题，在乔巴心里塌房了，所以现在乔巴房间里挂的是狙击王的签名，而不是霍古巴克的。罗宾小时候被别人看作是怪物，被人欺负，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奥哈拉毁灭的时候，萨乌罗曾经对罗宾说，你终有一天会遇到能保护你的伙伴。但这个愿望对罗宾来说并不容易，这一找就是20年。在阿拉巴斯坦，罗宾遇到了草帽一伙，起初成为伙伴的时候，罗宾显得很想融入他们，但罗宾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种拖累。终于在司法岛，伙伴们为了罗宾不惜向世界政府开战，而罗宾终于也有了当初梦想中的伙伴。弗兰奇的一些愿望也早已实现，建造海上列车和梦之船。不过一个将变态之名看作是一种捧杀的人，还有一个愿望自然是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弗兰奇收到的夸奖越多，他的愿望也将一步步升华。虽然不知道他最终将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但起码现在感觉他已经是个很成功的变态了。布鲁克总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这个也是他的心愿，但每次都会迎来无视或者暴揍。终于2年期间，布鲁克降临在了一个部落里，被那里的人认为是恶魔撒旦，那里的所有人都很乐意的帮布鲁克实现了这个愿望。慎平，自太阳海贼团成立以来，慎平都在为解放奴隶和愚人岛而奔波。在蛋糕岛，慎平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那就是跟太阳团的兄弟们说，我要加入草帽团了，获得了全团的支持。
慎平这个上船跨度真的很长很长，从渔人岛被邀请一直到蛋糕岛的宣言。只不过当时慎平要先处理完和大妈海贼团的关系，虽然受到大妈的阻挠，但最终慎平的这个愿望也得以实现。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姿势，在海贼王里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性姿势非常接地气，比如路飞经典的亚洲蹲，而比亚洲蹲更多见的是，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多到这都可以说是一种二郎腿文化了。很霸气的场面就是三大将在顶上战争登场的时候，赤犬和黄猿自然的就翘起了二郎腿，就因为显得不合群的青雉没翘二郎腿，所以赤犬心怀芥蒂，后来就断了他的腿。但是青雉真的不翘二郎腿吗？青雉明明也翘，腿没了知道翘了，显然青雉当时纯属就是看不惯赤犬。除了大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也包括草帽团众人，其姿势大概可以分为低调含蓄型和张扬嚣张型两种。要说谁最能翘二郎腿，倒还不是大将，而是罗的二郎腿才是翘得飞起，刚登场的时候在翘，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在翘，不得不说这样是很舒服，但时间长了腿容易麻。在回忆里，罗宾和罗两个人是比着翘，甚至吊在山治肩上的时候还在翘。那罗站着的时候总不能翘了吧？不，罗站着的时候也会战士二郎腿。还有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一些招牌动作，比如罗宾的花花果实、明哥的线线果实、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女帝的甜甜果实、罗的手术果实等等吧。理论上这些手势都是自创的，不过屏障果实有点特殊。最奇怪的是，两任屏障果实的使用者都用了同样的手势，黑炭禅丸和巴托洛米奥甚至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正当很难不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使用说明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巴托曾经说过手指打结张开防护网是他童年就知道的。那加上黑炭禅丸曾经确实有侨居和之国海外的经历，这如果是关于屏障果实手势的伏笔，那这个伏笔就太细了。还有3种姿势，模仿难度虽然不高，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弗兰奇的经典姿势，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一条内裤或者什么都不穿，还能做得如此舒展，那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了。毕竟这比的就不是柔韧性了，而是脸皮。第二个，女帝的王之蔑视，蔑视程度直接是头都仰到后面去了。这个姿势除了需要极强的柔韧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主要是这种门户大开还看不到正面的姿势，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第三个，明哥的走路姿势，这个六亲不认的走姿模仿出来也许不难，但是真要走在街上可能会挨打。还有一些姿势模仿难度很高，布鲁克45度倾斜，这个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实际上不借助工具的话，很难保持像布鲁克这么规则的三角形。虽然是很无厘头的姿势，但却能帮助布鲁克自娱自乐，缓解孤独。2年期间，他还尝试过把难度提高到40度，但好像失败了。路飞用脚鼓掌，用脚鼓掌倒是不难，但是路飞这招还有进阶版，在表达兴奋高兴的时候，路飞就会扶着什么东西小蹦起来，而且2只脚掌要合十连续蹦跶，这个好像真的挺难的。萨博的龙爪拳，食指和中指并拢，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尽可能的张开空间，而且手指还要向下弯曲，模仿出龙爪的形状。做不出来这个姿势，刻意模仿的话，感觉手都要废了。维奥莱特的手势，他使用蹬蹬果实的手势，不得不说很反人类，2只手摆出类似 OK 的手势，然后还要将手翻转贴到眼睛上，除非拥有路飞那种可以随意翻转躯体的橡胶体质。索隆的3刀流奥义需要把刀给转起来，而这个牛顿看见也得默默躺回去的姿势，甚至难倒了真人剧，因为索隆是用手指转笔一样转刀的。看来索隆不光咬合力惊人，指力也了得，能做出近海之王和果实能力特效的真人剧，面对索隆的3刀流，直接用起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上胶带。山治的踢击串烧，这个姿势首先需要一字马的功底，当然一字马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对山治来说更是基本功。但是串烧这个技能的发力很诡异，是战士一字马，然后还要在空中旋转，像转子一样向下攻击，同时稳稳落地后还保持王子的优雅，可以说是模仿不了一点。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年龄，海贼王里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和他们的长相气质基本吻合，但也有一些只看长相再对比年龄实在是有点意外的，比如毒 Q、老蔡、巴杰斯、瓦布尔这4个人，这怎么看也是饱经沧桑的脸了。结果他4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8.5岁，毒 Q 和老蔡28岁，巴杰斯和瓦布尔29岁，尤其是并果实能力者毒 Q， 相比于2年前139岁一脚踢飞路飞的朵莉尔姨娘，当时26岁的毒 Q 还是被索隆、路飞给抬上马的。作为并果实能力者，不得不说这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吃了最病入膏肓的果实。除了长得着急的，也有看起来比较年轻的，菠萝头、小凉鞋、超帅果实的马尔科。从潮流气质、吊儿郎当的语气上看，马尔科给人一种年纪并不大的感觉，毕竟管他叫小马哥。不过马尔科已经45岁了，当年企图在雷利面前秀操作的时候才19岁。卡塔库利给人的感觉也不大，但是卡尔现在也已经48岁了。相比之下，有点意外的是明哥2年前39岁，现在41岁，比马尔科和卡尔小很多。但总感觉别人都是小孩的时候，明哥就已经是大佬了。小孩都长大了，原来大佬并不老。当然明哥也是老七武海里仅次于女帝第2年轻的。
民歌家族的萝莉砂糖，外表年纪只有10岁，实际上真实年龄22岁。童趣果实让她在吃下果实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发育。红发现在39岁，以前一直是最年轻的四皇，这个称号还挺酷。结果时代变了，红发现在成了第2老的四皇，年纪最大的黑胡子40岁。巴基虽然和红发同岁，但是比红发小5个月。路飞才19岁。在阿拉巴斯坦之前，草帽团堪称是未成年海贼团。当时路飞、乌索普俩人17岁，薇薇16岁，乔巴按人类的年龄算是15岁，娜美刚刚18岁。而2年后没成年的都成年了，只有17岁的乔巴依旧未成年。所以到海贼王完结的时候，路飞成王，乔巴成年。加洛特平时都喊乔巴乔尼给乔哥，因为兔子比乔巴更小，15岁。当然还有些是只看尺码，多少是让人有点惊讶的，像是白星和蕾贝卡这2人现在16岁就已经超进化了。旧时代的那一批强者的年龄都差不多，白胡子如果活着74岁，贺中将76岁，罗杰如果活着77岁，卡普78岁，雷利78岁，战国79岁，也只有68岁的大妈和59岁的凯多相对来说年轻一些。不愧是旧时代的一对郎才女貌。大妈给凯多予以果实的时候，玲玲姐30岁，凯多弟弟才21岁。罗宾现在正好30岁，女帝则是31岁。虽然罗宾还得管女帝叫姐姐，但是感觉性格更稳重的罗宾反而能当女帝的姐姐。海军大将目前还没有特别年轻的，毕竟除了科比生的太 bug， 澎湖绿牛世界大征兵破格直升也属于体系外，正常流程从新兵升大将还是比较漫长的。青雉至少27岁时是中将，赤犬至少33岁时是中将，黄猿至少46岁时还是中将。这2批大将的话，从绿牛能说出小姐姐和藤壶老哥这种称呼上来看，绿牛的年龄应该是比较小的。海贼王里大部分人的年龄都不是秘密，不过还有2个年龄保密的人比较让人好奇，一个是妹斯巴金年轻时的克隆体 CP0 司徒西。司徒西是麦斯团队第1号成功作品，而这个组织至少存在于30多年前。还有大将候补桃兔，虽然桃兔看起来很有韵味，但他和76岁的贺中将以姐妹相称，这就有点狠了。再加上即便是青雉、赤犬、黄猿这种，也得熬工龄到40才能当大将，所以桃兔已经40-50往上了也不奇怪。草帽一伙背景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草帽团这一路上虽然很少主动提到背景，但当危难时刻，背景往往是能救命的。背景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首先，乔巴虽然看似是草帽团里比较没有背景的，但那只是因为其他人背景太过显赫，显不着乔巴了。其实乔巴也是非常可以的。朵莉尔姨娘医术高超，身手不凡，主要是婆婆给人看病收费那是相当任性的。当时给一个小孩看病，除了要了一些生活用品，还要收下这家店50%的财产。虽然最后因为小孩子懂事儿，姨娘象征性收了点，但遇到不知感恩的姨娘，怕是就没有那么好心了。所以可想而知，姨娘肯定是不差钱的。现在慈古岛的国王是多尔顿，是希鲁鲁克和姨娘的好友。所以乔巴不仅不是没有背景，他甚至是慈古岛当地的富2代级别。乔巴很少跟别人提到姨娘，但是就姨娘的资历，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她。罗宾的背景，罗宾妈妈是悬赏7900万的历史学家，罗宾自己8岁就以满分的成绩通过博士考核，成为奥哈拉的未来之星。虽然罗宾的背景算是被世界政府一举摧毁了，不过现在罗宾的关系网也是很硬的。青雉出于某种目的，不得不说他一直在养成罗宾，看来青雉喜欢养成系。然后还有一对很迷惑的关系。对路飞来说，相比于龙，路飞更在乎哥哥萨博；对龙来说，相比于儿子，龙更关注罗宾。龙找了罗宾10年，并评价罗宾为革命之灯，直接用 VIP 待遇把罗宾接到了革命军基地。虽然罗宾现在很抢手，不过谁要想抢，革命军也是不答应的。布鲁克自然也不是无名小卒，年轻的时候就西海某国的护卫团团长，后来也担任过伦巴海贼团的代理船长，并且结交过罗杰海贼团的船医库洛卡斯，所以布鲁克在猫腹蛇和犬蓝面前也能攀上亲戚。别看布鲁克平时老顽童，罗杰也只能算个新人罢了。布鲁克的资历还是很丰富的。弗兰奇的背景，师傅汤姆是罗杰海贼团的铁哥们儿，为罗杰团打造了奥罗杰克逊号，而弗兰奇身边也有以冰山为首的世界上最好的船匠师兄弟，为新王打造了梦之船。弗兰奇也干过2件很牛逼的事情，就是被罗杰海贼团光月玉田邀请过，还拒绝了邀请的狠人，还有就是亲手烧毁了冥王图纸的狠人。而以上几人还算是草帽团里背景平平的，跟大哥们比起来还是不够看。慎平的背景，元气乌海，原太阳海贼团船长，和白胡子以及白胡子海贼团的人交情非常好，愚人岛的带头大哥，在给路飞书写的时候就足以看出慎平老大的威望。家里除了有一帮能征善战的愚人兄弟，还有一只海王波塞冬。乌索普的背景，他爸是红发海贼团狙击手耶稣布，这个金字招牌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乌索普比较让人佩服的是，他宁愿把8000部下的牛逼干成真的，也没主动提过耶稣布，最后成了 God， 自己当了自己爹的爹，厉害。山治的背景，北海杰尔玛王子出身，这一个王子身份就够厉害的了。还有，相比于其他国家，杰尔玛的名号和足迹还有文化输出可谓是遍布四海。虽然这个名声不是啥好名声，但是科技家底雄厚，在国家里面杰尔玛属于最能打的，而且还有钱。山治一直都不想和他的背景再沾上什么关系，可偏偏命运是摆脱不掉背景的。索隆的背景，
索隆这个老六，一直以来索隆的背景被遮遮掩掩，现在知道了，索隆也是大明之后。虽然双月牛丸真的不是索隆的父亲或者爷爷，不过双月牛丸和索隆的奶奶双月镇子是亲姐弟，那双月牛丸也就是索隆的舅爷了。而双月牛丸这一脉正是斩龙武士双月龙马的后代。路飞的背景，爷爷海军英雄卡普，虽然现在卡普下线了，不过还是那句话，没事欧雷瓦路飞，有事蒙奇蒂路飞，这句话还是管用的。红发香克斯将其带上海贼之路，父亲革命军首领龙将他送进伟大航路，罗杰的副船长雷利当他师傅，太阳神 buff 加持，地质一族光环增益，大哥海贼王血脉，二哥多拉格亲传。路飞表示，我轻易不提背景，我怕光说出来就能吓死人。目前来说，只有娜美的身世还是个谜。娜美和诺奇高是贝尔梅尔战后在一个叫欧伊克特王国收养的，但诺奇高和娜美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娜美的身世就更迷了。只是白星说过，他跟娜美有一种像是从小就认识一样的亲切感，再加上娜美能感知天气，驾驭海流，上手就能开威霸的天赋，难道说娜美的身世也一样不得了？每次更新赏金后，草帽一伙各自的心理状态。每次更新悬赏令后，草帽海贼团真的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当然，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悬赏令的心态并不是没有变化的。首先，赏金的概念在路飞的认知里，就相当于是头上的经验条，这些数字就是不断暴涨的经验值。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路飞就很开心。虽然这次只悬赏了路飞一人，但还有2个人对此反应强烈，乌索普和山治。其实乌索普很怕自己被悬赏，但这次很特别，他并没有自己的悬赏令，却在路飞的悬赏令上免费蹭了一个后脑勺，因此沾沾自喜。山治相反，因为乌索普的炫耀，山治自己又没有被悬赏，而在生闷气。第二次阿拉巴斯坦，路飞1个亿，索隆6000万。这一次是在准备登空岛的时候，悬赏令信息是黑胡子展示给他们的。后知后觉，路飞一如既往的炸裂高兴，振臂欢呼。索隆也是非常开心，并说道：“才6000万贝利啊，还不够吧？”看来索隆自信中还带点小不满意呢。山治觉得这次应该有自己了，让乌索普好好看看。结果这次依然没有，山治很失望。司法岛结束后，草帽一伙全员有了悬赏，这次就精彩多了。路飞飙到了3亿贝利，这一次路飞更加的开心。索隆1亿2000万，依然稳重自信的扬了扬下巴。罗宾8000万贝利，只涨了100万的罗宾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山治、娜美、乔巴、他仨直接崩溃。首先，山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悬赏令7700万，可这并不是山治想要的。路飞还安慰山治，第一次拿到这个数的赏金已经很棒了。路飞不知，相比于赏金，山治更想要一张起码正常点的肖像，以至于不会沦为全世界 lady 的笑柄。娜美1600万，作为胆小组的主力，显然她承受了她这个心态不能承受的压力。但是娜美的照片都是被当写真片拍的，照片好看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乔巴50，就像乔巴吐槽的，我也像个勇敢的海贼一样去战斗了呀。确实，乔巴命都拼了，到头来连个棉花糖都换不了。乌索普当时不在场，但可以想象乌索普先是惊讶，然后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悬赏的是狙击王，关我乌索普什么事儿？再就是戴着面具，鼻子上缠着绷带，起码没有被通缉到真实长相。不过乌索普还是低估了自己鼻子的辨识度。弗兰奇4400万，弗兰奇当时不在场，不过他也属于喜欢涨价的狠人。在渔人岛，霍迪琼斯展示了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的悬赏令。显然霍迪的话，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只是高兴自己的身价又涨了。得岛期间，因为乌索普的操作，明哥把巫神单拎出来悬赏5亿，直接是不光把乌索普吓傻，所有人都傻了。对于乌索普来说，越不想要的名气反而越能沾上。得岛结束后，由小迷弟公布大家的最新官方赏金，路飞5亿贝利，路飞一如既往的庆祝，索隆3亿2000万，索隆淡淡一笑问有酒吗？看来索隆对自己的赏金还比较满意。罗宾1亿3000万，罗宾倒是轻描淡写的调侃，讨厌涨了呢。其实罗宾的心态一直稳的一批。弗兰奇9400万，弗兰奇有点不高兴了，一是扫兴差一点就过亿了，二是吐槽照片居然是弗兰奇将军。乌索普2亿，乌索普对此依然是很矛盾的情绪。吓人的是赏金一下涨了这么多，居然还是正脸，但他其实很高兴，只是吐槽照片不是拍的特别好。这下倒是让弗兰奇的心态更不平衡了。山治、乔巴、娜美、布鲁克因为先去了左屋，并没有给出反应，不过想必山治的心态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能猜到只许活捉里面的危险端倪。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的赏金更新，不过最被搞了心态的是路飞，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兴奋，因为少数了1个0，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差点丧失了对冒险的信心，就等于是辛辛苦苦练起来的号说封就被封了。还好船上有时数的，不过海军可是差一点就掌握了兵不血刃打败路飞的诀窍。山治的3亿3000万赏金，那必然是过年了。但是呢，好消息赏金比索隆高，坏消息名字前面加了文斯莫克，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了。和之国结束，也就最新版悬赏，路飞4皇加30亿的悬赏，这表情显然尼卡后遗症还没有消失。乔巴暴涨10倍，但他的心态很复杂，虽然涨幅最大，但总感觉和伙伴的差距越来越大。娜美这一次心态倒是不怕了，因为财迷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的赏金都眼馋，再涨的话怕是要去自首领钱了。布鲁克虽然年轻时就被悬赏了，但还没见过他的反应，看来他也对赏金上涨很高兴。
弗兰奇的悬赏令，第一次是自己，第二次是弗兰奇将军，勉强说得过去。这一次直接就是桑尼了，悬赏自己的悬赏令，赏着赏着自己人没了，弗兰奇心态濒临崩溃。乌索普这一次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涨得真的扛不住了。民歌版悬赏令已成现实。罗宾和索隆是从头到尾最稳的，罗宾是完全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悬赏金，而是在专心为乔巴棉花糖。索隆稳重之余还不忘嘲讽山治，这下好了，7号之外又有了4号的外号。盛平除了有点懵逼，倒也很平静，毕竟元气无海。山治嘛，他的悬赏令真的是没有一次能让他好好高兴一次的。不过倒是期待这一次山治的照片有没有变，帅气一点的话，那兴许还能平衡一下心态。海贼王里那些大佬小时候的样子，海贼王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大佬都有相当完整的人生经历和童年状态。首先罗杰海贼团里有2个小可爱，红太狼和巴基次郎，2位也是如今大海上响当当的四皇。巴基和小时候的变化不是很大，红发外在变化比较大，当年的他还没有后来的冷峻和霸气，更多的还是孩童时期的可爱单纯。罗杰团还有2个宠物，猫蝮蛇和犬蓝，他俩如今虽然是佐屋的2位老大，当初被玉田救了的时候，差点和小时候的和松一起，他仨被人当怪物烧死，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后来跟随玉田从白团偷渡到罗杰团的时候，就大了许多了。白胡子海贼团，马尔科虽然是船医，但他小时候在画海图，看起来非常好学且全能。小时候的乔兹块头就很大了，经常在街上偷东西解决生存问题，别人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在后来顶上战争中也有表现。双刀流剑士比斯塔从小开始练习剑术，练习的也是西洋刀，不过那会儿还是1刀流。乙藏出生在舞蹈世家，家道中落后，只能和弟弟菊之城在大街上跳舞维持生计，忍受过许多冷眼。出生在混乱国度的白胡子，小时候已经是孩子王了，靠着体魄和实力缴获了许多武器、财宝，甚至还有玩具。唐吉诃德家族，民歌团的人大多童年时期都挺惨的，民歌自己不用多说，这里面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彩，不是刚揍了别人，就是刚被别人揍了。尤其是乔拉，看着就能联想到一个从小热爱画画的孩子，逐渐被现实打败，无奈去当海贼的辛酸故事。猿王下七武海，小时候的慎平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愚人空手道了。慎平也是愚人街混出来的，经常是遍体鳞伤。鹰眼也是自幼练习剑术，那时就已经拥有樱木般锐利的眼神。莫利亚小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僵尸玩偶，并且开心的将其肢解，看来莫利亚这个恶趣味打小就有。女帝小时候显得有些呆呆的可爱，颜值方面也从小底子就可以。老沙是这里面打扮的最板正的，而且小时候的老沙长相很清秀，说老沙是女儿身也不是不敢相信。熊小时候手里的书还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单词本，砍柴的路上也不忘看书。明哥小时候就已经展露放荡不羁的气质了，这一看大概就是刚刚查价回来。小时候的黑胡子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什么委屈，不过他确实拥有不用睡觉的神奇体质。超新星小时候表现出来的特质几乎也就是他们今后的走向了。阿普音乐家，罗医生，基拉喜欢吃意大利面，德雷克的父亲是一名原海军，贝基的黑帮爱好，霍半仙的塔罗牌，波尼从小就能吃，基德的机械玩具，乌尔基留着和尚头。海军本部，路飞的气质无疑就继承了爷爷卡普。小时候的卡普一手拿铁管，一手扛宝箱，骑着一只老虎，他俩头上还各有一个包。战国小时候好像就有了统帅气质，从小就是爆炸头，显得非常老成。然后三大将，黄猿从小看起来就是个乐天派，但他非常好学，是个学霸，后来担任了海军科学部队统帅。赤犬戴着正义的帽子，拿着刀，似乎刚经历过战斗，小时候应该就对海贼苦大仇深了。青雉也非常落魄，小年纪就背起了行囊，拿着酒到处流浪了。莫利亚海贼团，霍古巴克也是从小就展现了医学上的天赋。阿布萨罗姆小时候非常瘦弱，想要变成像狮子一样强壮，结果后来他就变成了强壮的缝合怪。辛朵利生前是一个舞台明星，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舞台上表演了。佩罗娜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那会儿的库马西还是只真正的活的宠物。草帽大船团，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他小时候好傻，不过巴托手里拿着一个中奖的签儿，原来他从小的运气就爆棚。然后就是熟悉的草帽海贼团，在一张大彩页上有过草帽团成员和自己小时候的对比，很特别。里面的他们自然也是非常可爱，不过小时候最可爱的感觉是罗宾，安静机灵懂事儿，还有点呆呆的。所以海贼王里对很多人的童年进行补充，堪比强迫症一样的存在。但看习惯了他们长大的模样，这种小补充也挺有意思的。草帽一伙加入时，亲朋好友都送了哪些礼物？草帽团很多人加入时都是喜中带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是喜，但这终究也是一场和故人的离别，所以很多伙伴的亲朋好友也会送上一些念想。乌索普加入前，因为大家击败了黑猫海贼团，对可雅有恩，可雅小姐主动提出送一艘船给路飞他们，这就是管家梅丽亲自设计的梅丽号了。梅丽号也陪伴草帽团走过了一段惊险但快乐的冒险历程，她也永远是草帽团的一员。山治告别时，之前娜美把梅丽号给开走了，一伙人苦于没有前往可可西亚的工具，那自然是海上餐厅的伙计们送了条船。这艘绿色条纹的船虽然没有梅丽号大，但也足够遮风挡雨。只是这个送行礼物并没有存在太久，可以说这是草帽团第一艘飞起来的船，他们居然把船开飞了，然后还撞到了索隆，这艘船就这么报废了。娜美临走时，姐姐诺奇高把自己的手镯送给了娜美，
所以可以看到娜美手上的穿戴，除了记录指针外，还有姐姐给的那个镯子。另外，娜美从橘子园里移植走了3棵橘子树，这3棵树对娜美也非常重要，毕竟代表着贝尔梅尔。当然，娜美临走时还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作为启动资金。虽然大家嘴上骂骂咧咧，但心里非常替娜美高兴，因为娜美去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去了。钱包送行，想必大家也是很乐意的。乔巴加入时，朵莉尔姨娘用希鲁鲁克临终前的发明给乔巴送行，这是朵莉尔姨娘给乔巴的礼物。乔巴看到后嗷嗷大哭，原来这就是治愈的奇迹樱花。这里乔巴有希鲁鲁克的一个夙愿终于实现的欣喜，也有没想到姨娘用这种方式跟自己告别的意外，也有对这漫天粉红色雪花的美丽震撼到，更是对姨娘的不舍。此后乔巴的技能里也有一些以樱花命名来致敬希鲁鲁克。弗兰奇加入前说想给草帽一伙造一艘梦之船，当然弗兰奇心里是想和路飞他们一起走的，只不过并没有讲出来。冰山和工头们知道后齐心协力下，复杂的桑尼号只用了3天3夜就造出来了。这艘梦之船也代表了水之都的心意。另外冰山还送给了草帽团的新船一个最合适的名字，因为他们起的名字都太非主流了。最重要的是小弟们其实已经看穿了弗兰奇的念头，无论如何也要逼老大这一刻要为自己而活。离别之时也恰好罗宾拿捏了一手，让弗兰奇看起来是为蛋而哭，但其实那都是不舍的热泪。盛平在蛋糕岛加入，这个告别氛围就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了，毕竟还处在尚未脱离险地的时刻。太阳海贼团的兄弟们也为老大送上最壮烈的践行，那就是阻拦大妈海贼团的追击，掩护草帽团撤退。只不过盛平老大还是放心不下小弟，脱险后重新回去，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好在再次归来的盛平安然无恙。路飞出海的时候，风车村的人给他送行，然后还有条小船，有个桶，虽然没有太花哨，一切从简，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桶却不简单，可是救了路飞的命。幸好送行人里面没有卡普，这会儿卡普应该还在上班，不然送给路飞的就邦邦2拳。还有3个比较特殊的，罗宾、布鲁克、索隆。罗宾倒贴上船，布鲁克秒同意。他俩上船的时候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众所周知，经历所致。可索隆呢是最特殊的，他有到场的师徒，但是索隆却找不到回村的路，就直接跟路飞混了。也难怪索隆是个开局大礼包了。不过话说回来，再好的礼物不如和亲朋好友好好道个别。草帽团一路上最棒的收获，永远都是那个上船的伙伴本身。海贼王里那些万中无一的稀有能力，在海贼王里想要证明自己是骨骼清奇的天选之人，只是刻苦努力还不足以说明天赋的高贵。但身上如果有这么几种能力，那必然是起步就显得高贵了许多。首先就是霸王色霸气，虽然在新世界别说武装色烂大街，霸王色都快不值钱了，尤其是越到后面越是神仙打架，没有霸王色都不好意思在高端局里混了。但把视线扩大到整个海贼世界，拥有霸王色的人也就这么多。像卡普展示了大量黑色闪电，疑似有霸王色但还没确认的，算上的话满打满算也就19个人，不可谓不是人中龙凤的存在。期间也不乏有对霸王色稀有的描述，像是王者资质、100万里挑一之类的。只不过霸王色的基础作用比较单一，在高端局里现在确实不够看。这就不得不说到比霸王色更稀有的能力——霸王色缠绕了。对于霸缠，天生的王者资质还只是门槛，更难的是对于霸王色的运用程度，自然会更稀缺。关于霸缠的争议现在还不少，所以仅从画法上来看，当下也只有罗杰、白胡子、凯多、大妈、红发、路飞、大河、索隆展示过在武器或者拳头上附着黑闪拉丝效果。霸王色缠绕属于霸王色最上级的运用方法，直接把霸王色这种都快沦为鸡肋的稀有能力提升到版本真理的高度，而掌握霸缠的人自然也就是版本之子了。霸王色象征帝王资质，但这个趋势之下，后面公布有霸王色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很快就会突破20人。还有种能力比霸王色更稀有，那就是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物以稀为贵，比霸王色更稀有，甚至都成了自然系高傲的一大资本。不过很长时间以来，自然系确实是公认的最强大的一类恶魔果实。目前已经确认13颗自然系恶魔果实，分别是烟雾、烧烧、沙沙、响雷、冰冻、暗暗、闪闪、岩浆、沼泽、瓦斯、雪雪、森森、梅梅。根据使用者个人实力，虽然有强有弱，但起码听起来自然系就没有不强的，毕竟都是大自然的力量。而且有几个海军大将的模板在，主要看尾田想不想开发了。曾经比自然系更稀有的能力，动物系幻兽种。物以稀为贵，以前比自然系更稀有，甚至都成了幻兽种炫耀的一大资本。平时说恶魔果实不分高低贵贱，但动物系还真的分3、6、9等。扛揍是动物系的标配，但逼格和属性上，幻兽种确实给人的感觉是要强于普通种和古代种。目前主线里已经确认的幻兽种有：鸟鸟果实不死鸟，人人果实大佛，拳拳果实九尾狐，蛇蛇果实八岐大蛇，鱼鱼果实青龙，人人果实大入道，拳拳果实大口真神，人人果实尼卡，麻麻果实天马。现在五老星的形态也公布了，分别是牛鬼、乙金真天、风息、马古和沙虫。看样子是清一色幻兽种。幻兽种的稀有程度，当时还作为乔巴帮路飞回忆马尔科的一大标签，现在一下子多了5颗、14颗，这就比自然系多了。
不过目前还是一种很稀有的能力。比以上能力更稀有的是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罗杰和玉田都可以听到海王类的声音，也可以和相主虚空连线。路飞和桃之助也有可以和相主感应的能力。作为古代兵器之一的白星公主也有类似的能力。目前展示过相似能力的也就这5个人。聆听万物不单单是和动物对话或者见闻色，罗杰曾经通过聆听万物之声找到了黄金钟和历史正文的位置。这种能力稀有，和霸王色一样，也是一种天生的光环。比聆听万物还要稀有的是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越到后面越能体现这种能力的稀有。掌握这种能力的人更是众多势力追逐的目标。原本能解读历史正文的人还不少，像是光月一族和奥哈拉的学者。不过长时间下来，解读方法已经在光月玉田死后失传了，奥哈拉也被毁灭，只有罗宾一个独苗。另外还有觉醒后的三眼族，不过布林作为混血，大妈也不能保证布林是否能觉醒出那种能力，所以黑胡子抓不到罗宾，只能抓布林了。比这些还要稀有的能力，拥有多种恶魔果实的能力，目前只有黑胡子能吃下双果实或者多种果实的体质。不管这跟暗暗果实有没有关系，黑胡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身体。首先黑胡子不需要睡觉，马尔科也说过黑胡子的身体属于异形。路飞索隆在魔古镇说的话也让人毛骨悚然，可见黑胡子这种身体在海贼王里极其罕见。还有一种更牛逼的能力，预言世界的能力。通过顶级见闻色短暂预见未来，很多强者都能做到，但是预测世界，以前愚人岛会占卜的夏利夫人可以做到。她曾预见一个戴着草帽的人类毁灭了愚人岛，但当路飞拯救了愚人岛后，夏利夫人打碎了水晶球，决定不再占卜。那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能够预言世界的人了，没错，就是乌索普。这一路上一直在见证乌索普的各种神奇预言，挨个成真，世界正在朝着乌索普指引的方向前行。要说真正的稀有，上面那些都太弱，乌索普才是海贼王里仅此一人的存在。